呢一個荃灣半山嘅屋苑，03年嘅首批建築尺價2300幾蚊，換算翻實用尺價，即係大概3000蚊到。嗱，事隔22年，睇翻我哋嘅28 House App， 屋苑每尺樓價已經升到超過11000蚊，升咗2.8倍。不過都仲係跑輸大市同期3.8倍嘅升幅。究竟係邊個屋苑呢？呢度就係朗日豐啦。今集除咗會同大家參觀屋苑主打嘅3房單位，亦都會睇多個4房租盤㗎。另外仲會分析下屋苑樓價點解會落後大市。如果你仲未訂閱28 House 嘅 YouTube Channel， 就記得 subscribe 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啦。2003年沙士之後開賣嘅朗日豐，由長實、嘉華同信置合作發展，一共有2期。16座大廈以人字形排列，供應770伙，包括2房到4房單位。喺2004年落成，樓齡大概21年。屋苑以歐洲式嘅度假山莊作為設計概念，採用大量巨柱同埋拱形門廊，定位做豪宅。會所面積超過12萬尺，提供多項設施，包括室內外泳池、兒童遊樂場、綜合球場館，仲有飲酒同閱讀嘅地方。到而家都仲係保養得相當之企理，每實尺管理費唔到4蚊。屋苑另一個賣點就係特高樓底，標準單位都有11尺6寸，亦即係3.5米。唔單止係當年全港分層最高，亦都高過而家普遍啲新樓。雖然喺會所設施同埋單位開式呢一啲嘅後天條件方面，朗日豐就符合豪宅嘅定義，但屋苑嘅先天條件就令到樓價長期跑輸大市。首先，朗日豐坐落荃灣半山，基座亦都冇購物配套，即係話買嘢食嘢一定要落山先可以滿足得到。為咗解決呢一個問題，屋苑有穿梭巴士接駁去荃灣港鐵站，車程10分鐘以內。若果由屋苑出發，最早一班6點半就開。如果由荃灣站返屋企，最遲一班喺10點55分開出，平均10分鐘一班，班次都算密㗎，而且可以免費乘搭。對於揸車出入嘅住戶，屋苑供應615個住客車位，分佈喺2期嘅基座。而家二手市場嘅供應都算足夠，一個嘅售價大概40萬起步，月租就大概2000到3000蚊。不過若果有朋友嚟到探訪，喺荃灣市中心出發嘅話，就主要得一架80號小巴同埋一架51號巴士上嚟，公共交通工具嘅選擇就唔多。第二，部分單位會望到墳景，主要集中喺第1期嘅向西或者西北方單位。至於向山嗰邊，部分單位都會望到電纜。最好嘅景觀就係向南啦，可以望到荃灣市中心同埋藍巴勒海峽，甚至可以遠望到 ICC 同 IFC。不過1期向呢邊嘅單位，前面就有個寶雲匯屋苑，所以要望海景，又係1期嘅話，揀中高層會比較有保障，而2期就冇呢個問題啦。另一個原因導致屋苑樓價升得比較慢，係因為同區越嚟越多大單位供應，分薄咗客源。咁首先咧就會喺大概10年之前嗰啲時間啦，因為嗰段時間咧成個荃灣基本上唔係好多屋苑咧有超過900尺啊或者係1000尺以上嘅一啲單位嘅，咁所以呢度咧喺03年開始咗之後咧，咁其實好多想要有大單位個空間嘅地方嘅人咧就會搬咗上嚟。之後咧去到有全新天地啊1、2期上蓋嘅物業落成咗之後啦，咁其實就開始咧市區中心咧就開始有少少大單位嘅出現啦。咁再之後咧就大概15年左右啦，我哋喺荃灣西嗰度啦，開始有第一個屋苑，咁而嗰邊咧900尺嘅單位咧，亦都有係6廚嘅單位，所以咧想要啲係900尺啊，或者係近翻地鐵站嗰邊嘅人咧，就開始可以有兩邊嘅一個選擇。當然啦，礙於地理位置，朗日豐嘅樓價會比荃灣西嘅樓盤平咗1截，比較適合預算有限而又中意寧靜生活嘅朋友。一個3房嚟講啦，普遍可能喺市區單位喺荃灣西咧，我哋入場版都真係要1200-3萬先買到一個700零尺嘅一個3房套，加埋一個儲物室或者工人房啦。咁但係上到嚟我哋呢度咧，900萬我哋都做到一個900尺。
今集睇嘅第一個單位就正係3房1套間隔啦。不過業主做咗啲改動，變咗做2房1套，實用面積有1039尺，開價1150萬，維翻每一尺大概11000蚊到。業主有同時放租單位，叫租26000蚊。一出 lift 見到走廊都係採用歐洲設計風格，仲擺咗啲凳喺度，有啲似酒店啊。4個單位共用2部 lift， 私隱度唔錯。第一部咧就係有個玄關位啦，咁因為單位咧係子母門設計，咁開門咧就通常只會開呢一邊，所以擺鞋櫃嗰陣咧就可以考慮擺翻呢個位置啦。咁就算唔計玄關，過千尺嘅空間開出3房單位，個廳自然都有翻咁上下大。超過3米高嘅樓底，唔單止可以擴闊空間感，就算裝埋吊燈同風扇燈，都唔覺得有壓迫感。單位就大致維持住原裝設計，但係保養得相當企理。對於租客嚟講，搬啲家私就住得噶啦。咁對於買家嚟講，就視乎個人喜好，睇下要唔要重新整過啦。大廳間隔四正，而且客飯2廳分明，夠位擺晒基本家私。客廳呢埲牆咧，你見到都有翻咁上下嘅長度噶，咁所以咧預計呢邊擺完餐台，嗰邊擺完梳化咧，中間咧都有唔少位置剩低啦。咁若果屋企有小朋友學鋼琴咧，就可以擺個琴啦。咁若果想有多啲收納空間咧，就可以擺個儲物櫃喺度。大廳外連落地玻璃連露台，再加埋向西，室內可以話係非常之光猛，但係晏晝嗰陣就會熱啲啦。露台有住千禧年代嘅開式特點，亦即係話個露台同工作平台合併咗一齊，咁令到呢度嘅空間都唔細，可以晾下衫，又或者種下植物都得。咁至於景觀方面，以山景同樹景為主，感覺都幾寧靜噶，只不過同時會望到墳景同電纜。咁翻返嚟室內繼續睇樓，單位開式大路，3間房由走廊貫穿，並且同客廳同向，沿住走廊直入，先係客房。業主就打通咗2間房，形成一間類近正方形嘅大房。若果買家有需要，想還原翻做3房格局，就可以喺2個窗台之間起翻埲間隔牆。間隔牆咧大概就係嚟到呢個位啦，咁所以咧大概一間房咧就係咁大嘅，咁即係話啦，原則嘅客房咧都夠位咧去擺晒床啦、衣櫃同埋書台噶啦。所有房都有窗台，外望景觀同客廳嘅差唔多，一樣望山景同墳景。客房對面就係客廁啦，轉入嚟參觀下，冇窗，要靠抽氣設備通風。原裝設計有浴缸，但係就冇鏡櫃，收納量主要嚟自洗手盆下面嘅儲物櫃。咁嚟到走廊盡頭咧就係主人套房啦。咁見到呢度原先咧就有個凹位啦，咁啊可以做衣櫃，所以整體地方咧就會好似正啦。擺完雙人床之後啦，預計都仲可以做到3邊落床噶。主人房一樣有窗台，不過隻窗嘅長度就追唔上窗台啦。咁樣嘅設計，相信除咗因為呢度有主力柱，亦都係為咗避免望到隔離座數嘅單位。衣櫃側邊咧就係主人套廁啊，咁我覺得呢個空間好闊落啦。重新裝修嘅話咧，係有條件做到一個雙洗手盆啦，同埋一個鏡櫃嘅設計噶。主人套廁嘅裝修同配備基本上同客廁嘅一樣，除咗大啲之外，最大嘅分別就係有窗通風。最後睇埋廚房啦，除咗有曲尺型嘅工作台面，雪櫃側邊仲有額外嘅備餐空間，用嚟擺電飯煲，又或者咖啡機等等嘅小型家電都非常之合適噶。而家廚房咧係維持住一手嘅原裝噶，但係想重新整過咧都可以參照依家嘅佈局。咁因為咧你見到都有好多收納空間啦，同埋備餐空間，就算裝埋個洗碗碟機都冇問題噶。櫥櫃夠位，可以預留嚟擺各類家電，例如係雪櫃、煮食爐、抽油煙機、微波爐等等。廚房呢一個門口咧，原先咧就係通去工人房噶，但係而家業主咧就封咗佢，咁變咗做啲乜嘢咧？即刻同大家睇下。就喺呢一度啦，變咗做一個衣帽間。
原跡呢間士多房仲相連埋廁所㗎，而家就打通咗做衣帽間，嵌入咗一組到頂衣櫃。雖然話主人房本身已經有一個4門衣櫃，但若果其他嘅家庭成員唔夠位擺衫，呢一度都可以提供到額外空間。業主喺2003年7月一手以大概270萬買入單位，若果成功以1150萬賣出，帳面可以獲利880萬，又或者3.2倍，跑輸大市同期3.9倍嘅升幅。由於向山同向海嘅單位樓價有一定分別，所以若果想睇翻近期嘅成交價，就要揀翻類近景觀同方位嘅單位啦。對上一樣望山景，又係類近方位嘅單位成交，今年5月嗰陣錄到1宗。嚟自隔離座嘅一間3房，實用面積同樣係1039尺，作價860萬。即係話今集放盤嘅叫價，比之前嘅同類成交價高出3成3。不過始終係幾個月之前嘅成交，再睇埋28 House 同埋銀行嘅最新股價，介乎大概926到961萬。而家嘅開價比股價就高出接近2成到2成4。相信叫價調低到1000萬以內，先至可以加強放盤嘅競爭力。用叫價計，承做最高8成按揭，俾完230萬嘅首期之後，每個月供大概41000蚊，月入要求大概82000蚊。買嚟收租投資嘅話，用返近期屋苑平均成交尺租大概30蚊推算，放盤每個月可以收到大概31000蚊嘅租金，扣埋管理費之後，實收大概27000到，租金回報率有2.8厘，貼近同類單位嘅大市水平。第二個參觀嘅單位係租盤嚟㗎，就面積1158尺，原則係4房1套連士多房連設，業主又係將2間客房打通咗，變咗做3房1套，叫租34000蚊，尺租29蚊。呢入屋啦，見到就係一個長形大廳啊！呢個位置咧就係飯廳嚟㗎。而家擺緊雪櫃嗰個位咧，就最啱擺個餐邊櫃啦。跟住再前少少嘅呢個位置咧，亦都係夠位擺到張6字8人嘅餐台。就算請埋一大班朋友上嚟食飯都冇問題。業主放租單位之前又喺呢一度住緊，所以暫時就未搬走晒啲嘢。睇返呢一度嘅開則報告，同第一個單位對比，大咗接近120尺，再加埋特高樓底，個廳望落就更加闊落啦。嚟到客廳呢一度啦，都有一個好舒適嘅睇電視區嚟㗎。若果係決定擺梳化嘅話呢，咁我就會決定係擺呢一邊啦，因為由呢一度望出去呢，其實就會見到係一大片嘅山景啦。咁調翻轉擺嗰邊呢，雖然係望到荃灣嘅市景，但同時呢，佢會望到少少前面屋苑嗰個天台㗎。行出去露台睇一個景啦，望到山景之餘，仲可以望埋荃灣市景。不過呢一座都幾近寶雲匯，而且個單位位於低層，會望到前面屋苑嘅頂層單位天台。露台同工作平台合二為一，再加埋向住西南方，陽光充足，好似呢個業主咁樣，種下植物都係唔錯嘅選擇。繼續睇埋其他嘅生活空間啦。朗日峰1期嘅4房開則，有啲似雞髀咁樣。最大原因係貫穿睡房嘅走廊又長又彎。客廳飯廳中間呢條走廊咧就係通去寢區噶啦，因為呢一個咧係4房單位啦，咁所以個走廊咧都會有少少長同埋斜嘅。咁首先咧就會係原則嘅2間客房啦，跟住咧我哋再入嘅呢一間咧就係主人嘅套房，咁最後嘅尾位咧仲有一間客房噶。走廊中間嘅呢個凹位都可以嵌入到一個衣櫃，又或者飾物櫃噶，收納容量都唔少。如果唔中意呢款開則，可以揀翻2期嘅4房單位，走廊就做翻長直型。入嚟近廳房參觀下啦，擺完一組書櫃連書台，再加埋到頂大衣櫃之後，估計都仲有位擺埋張睡床，皆因業主曾經改動過間隔。原則呢一度咧就係2間房啦，咁我而家企緊呢個位咧，其實係有埲間隔牆，咁但係而家打通咗做一間大房之後咧，就見到個空間好闊落啦，咁同埋咧會有2個窗台。
兩隻窗外望景觀同樣以山景同荃灣市景為主，同客廳嘅差唔多。不過打通咗兩間房之後，成間屋就會少咗一間房用啦。租客就要睇下係咪切合到自己嘅需要。咁轉過去對面嘅客廁參觀下啦，冇窗，有浴缸，同樣維持住原裝嘅設計，所以同第一個單位分別唔大。嚟到主人房咧有條走廊㗎，但係業主都冇嘥到啦，做晒衣櫃，咁所以咧剩低嘅地方咧就做寢區就可以啦。靠窗擺完雙人床之後，都仲剩唔少走動空間。呢間房向西，就唔係向西南㗎。咁對比頭先嘅客房，就會望少咗市景，望多咗山景，而且會望埋電纜。主人房入邊嘅套廁，對比三房嘅話，配備方面有升級，除咗浴缸，仲有埋企缸，亦都有窗通風。咁嚟到走廊盡頭嘅尾房啦，咁而家嘅入場家私就未必個個都啱。咁但係淨係睇呢度嘅空間，若果業主之後拆晒啲家私，都夠位擺睡床、衣櫃同書台等等。喺呢間房嘅景觀咧，就同頭先嗰啲唔同啊。咁佢唔係望山景㗎，就係望前面個屋苑為主啦。不過若果係高層啲嘅單位咧，望出去嘅景觀應該會幾理想㗎，因為佢會望到荃灣市景啦，甚至係遠望到中環嘅 IFC。咁最後睇埋廚房啦，喺設計佈局方面同三房分別唔大。咁見到而家擺咗咁多餐具同調味料，都仲容納得到。廚房咧空間唔細㗎，咁同埋咧個樓底都有翻咁上下高啦。咁見到而家咧都有大量嘅收納空間同埋備餐空間。廚房入面內連士多房，擺咗張高架床喺度，咁估計係預留俾工人姐姐休息。同座之前另一間高層 A 室租咗36,000蚊，而參觀租盤喺低層，咁所以而家嘅叫租水平都算合理。咁假設最終以34,000蚊租出，扣埋管理費，實收大概29,700，用業主06年大概620萬嘅買入價計，可以有5.7厘嘅回報率，大幅高過同類單位嘅2.6厘水平。咁當然有唔錯嘅回報率，係因為業主早喺多年前買入單位。咁若果用今日嘅樓價買嚟收租嘅話，回報率就會自然被拉低。睇返我哋嘅28House App，租盤嘅估值大概1221萬。咁若果用呢個樓價水平買入單位，就算同樣租到34,000蚊，回報率都會跌到2.9厘。屋苑今年嘅樓價走勢有跟隨大市，喺4月嗰陣開始略有回升。喺當時4至6月咧，我哋內園做緊嘅價錢咧，由820萬左右去到860萬，已經係買到一個900尺以上嘅一個單位。另外咧，當時嚟講向翻係市中心嗰度啦，其實大概1150萬度咧，已經係買到向翻山下面一個優質景觀。而最近我哋9月、10月咧做咗係5間成交，1238萬去到咧1300萬都有一個成交。朗日豐而家嘅放盤量唔多，20個以內數得晒。咁實用面積630幾尺嘅兩房，叫價由718萬起步。咁至於三房單位，實用面積大概960幾尺，叫價900萬，尺價唔到1萬蚊。今集睇呢兩個單位呢，一個好令我印象深刻嘅地方呢，就係佢嗰個樓底好高啦，咁甚至高過啲新樓㗎。不過屋苑呢，就真係要駁一程車呢先至落返去港鐵站。咁你哋揀樓嗰陣會着重個生活空間定係交通配套多啲呢？留言講下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㗎。最後啦，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啦。